一个博物馆的副馆长竟然发现了神族存在的证据。1985年，一个倒卖文物的古董贩子带着一块泥板来到大英博物馆，而副馆长芬克尔被泥板上所写的第一句话震惊的当场愣住。最离奇的是，这块公元前1800年的泥板似乎证明了诺亚方舟的存在，但却推翻了圣经的记载。上面到底写了什么？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相信大家都听过诺亚方舟的故事，说是上帝创造人类之后，发现这些人思想品德极其败坏，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坏的事情，地面上充满丑恶、不义和犯罪。于是他决定发动一场大洪水，将所有的人以及飞禽走兽都从地球上抹除。然而在所有的生灵中，上帝决定放过诺亚，因为诺亚是所有人中最独特的存在，他善良、勇敢、坚毅，拥有和神灵一样高贵的品质。其实诺亚的身份也不简单，他的曾祖父是该隐，是亚当和夏娃最早的2个儿子之一。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诺亚的曾祖父是赛特，他则是亚当和夏娃的第3个儿子。随着人类规模的不断壮大，只有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才能被视作亚当和夏娃的直系子孙，诺亚则是其中之一。诺亚从上帝那里得到消息后，提前打造了诺亚方舟。据圣经记载，诺亚方舟长133.5米，宽22.3米，高13.4米，形状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海上棺材。在方舟打造好之后，大洪水很快降临。善良的诺亚并没有只顾自己逃生，他还救下了很多生命，为人类日后的繁衍打下了基础。在大洪水退去之后，诺亚方舟停在了亚拉腊山，世界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这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传说，一个警示世人的故事。然而近些年不断出现的考古证据却在告诉人们，大洪水确有其事，诺亚方舟也不是空穴来风。尤其是大英博物馆的副馆长欧文·芬克尔发现了一块古泥板，上面更是记载了诺亚方舟的详细经过。只不过这个经过与传说有着极大的分歧。据说那是在1985年的一天，欧文·芬克尔在博物馆中忙碌地工作着，突然一个名为道格拉斯·西蒙斯的古董商提着一个不起眼的袋子前来拜访他。西蒙斯此来的目的是想请芬克尔鉴赏几件古董，实际上也是想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值不值钱。在这些古董中有一些古钱币、古饰品，但芬克尔一眼就从这些古董之中找到了那块古泥板。作为世界上少有的精通古亚述语、古巴比伦语、古苏美尔语3种语言的学者，芬克尔对古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格外敏感。他将泥板拿起来细细研究起来，结果第一句话就让他彻底震惊了。只见上面写着：卢伟强·阿特拉·哈西斯，听我的话，你可以永远活下去，丢弃你的房子和财产，去建造一艘大船，去拯救生命吧。翻译出这句话后，芬克尔马上意识到，这说的不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吗？难道诺亚方舟的传说真的发生过？大英博物馆副馆长意外收获了一块古代泥板，却推翻了圣经的记载。人类的末日竟然是为了定期让世界重启，难道人类的未来早已注定了吗？关于记载诺亚方舟的古泥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块，第2块就是芬克尔研究的这块古泥板，而第1块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被乔治史密斯发现。在第1块泥板中同样记载了神通过大洪水惩罚人类的故事。这块泥板来自公元前700年左右，和圣经成书的年代非常接近，这似乎证明诺亚方舟的故事并非虚构。但很快人们发现，这块泥板记载的内容和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并不完全相同。这块泥板告诉人们，在世界诞生之后，被称为阿努纳奇的神族也降临了世间，他们在地球上有着自己的目的，也在不断开发改造地球。后来为了更好的开发改造，他们创造了人类来代替他们从事最低级的劳动，这就是人类的起源。人类诞生之后，因为具备神性，因此在大地之上繁衍极快。阿努纳奇中的大神恩利尔认为人类太多了，地球生态无法承载这么多人类，因此他每隔1200年就会降下大灾难，毁灭大部分人类，让一切重启。后来恩利尔觉得频繁发动灾难太麻烦，所以他准备发动大洪水来彻底毁灭人类，一劳永逸。好在阿努纳奇中的智慧神动了恻隐之心，他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一个叫阿塔拉·哈西斯的人类，于是就有了哈西斯建造大船拯救家人和世间生灵的故事。后来大洪水退去，哈西斯带领世间生灵掀开了地球文明新的篇章。这就是第1块泥板中记载的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也有大洪水和幸存者，但发动大洪水的神灵却不再是上帝，而是一群被称为阿努纳奇的神族。阿努纳奇神族到底是什么呢？在西秦先生著作的《地球编年史》中，阿努纳奇被认定为是来自遥远
太空的外星人，他们拥有超级发达的科技和文明，所以才能跨越遥远的太空来到地球，才能用一己之力创造出人类这一种族。另外，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人类和毁灭人类都在上帝一念之间，雷霆雨露均皆是君恩。但在第一块泥板中，阿努纳奇和人类则有合作关系，没有神灵就没有人类和文明，没有人类，神灵也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无法享受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大洪水之后，阿努纳奇再也没有发动超级灾难的原因，因为他们认清了现实，他们离不开人类。最后还有一点，圣经中的诺亚在大洪水后活了900多年，然后静静的死去。而古泥板中的哈西斯则是获得了阿努纳奇的认可，被赐予了永生的力量。不过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这些，在古泥板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既不是船的样子，也不是棺材的模样，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方舟，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立方体。这是怎么回事呢？大英博物馆文物推翻圣经记载，数学家从中发现了诺亚方舟的真相与它真实存在的证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英博物馆副馆长欧文·芬克尔破解出了来自公元前1800年前的古泥板文字，这就是记载诺亚方舟故事的第二块泥板，它比第一块泥板还要早上1100年。从年代上来说，这块泥板上的内容应该最接近真相，因为泥板被创造出来的时间可能比圣经都要早。那么这块泥板上是如何记载诺亚方舟的呢？如果没有这块泥板，你一定不会想到，真正的诺亚方舟既不是船的形状，也不是棺材形状，更不是第一块泥板中的正方体形状，而是一个圆形的和飞碟一般的圆舟。其实在古代阿拉伯地区，舟的形状本来就不是现代船的样子，而是一种圆形的皮划艇样式，被他们称为库法尔。虽然库法尔的样式很新颖，但它的实用性却不如真正的船，因为圆船在划桨的时候很容易在原地打转，效率远不如正常的船高。那么古代阿拉伯人为何要使用这种船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船更加坚固，更加稳定，更没有侧翻的说法。在第二块泥板发现后，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受到真正诺亚方舟的启发，而真正的诺亚方舟或许真的就是圆形，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大洪水中生存。另外，在第二块泥板中还详细描述了诺亚方舟的制作方法，上面提到这艘船大约在3600平米左右，有2层楼那么高。先用木料制作出船的骨架，然后用麻绳将骨架围拢起来做成船体，而这就是阿拉伯人最传统的造船方法，也是他们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原来在阿拉伯地区，符合造船的木材十分稀少，反而是芦苇到处都是，所以用麻绳做船体最符合现实。那么麻绳如何达到防水的效果呢？他们也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在船体上涂抹上沥青，毕竟石油在当下可不是稀罕物。除此之外，泥板上让人震惊的还有一个数学现象，上面提到制作这艘船大约需要527公里长的麻绳。欧文·芬克尔后来专门请了著名数学家来计算建造这样一艘大船所需要的麻绳长度，结果让人相当震惊，正是泥板上记载的527公里，两者之间只有不到100米的误差。要知道，在4000多年前，人类根本没有这么发达的数学基础，又怎么可以计算得如此精确呢？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阿努纳奇神族或许真的存在。所以大家认为诺亚方舟真的存在吗？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